归想，可是还是总觉得那一步就是那个冲动感，还是会被。但现在我知道你的宠物的生活占据了你很大的一部分。好，来我们来看看歌迷朋友们的，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直播下面，然后来留言来分享。对啊，泰国的，因为我刚刚已经看到大家有说曼谷是曼谷没错嘛，哈，泰国的这个12月20号的见面会或者演唱会有什么样的讯息可以跟大家？讯息，这是我第一次在曼谷办演唱会，然后我自己也蛮期待的，因为可能会接触到不同的一群粉丝，当然一定会吧，所以我也期待在第一次在这一个也算蛮成熟的音乐市场，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感受吧。地方叫做 Idea Live， 然后在12月20号。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在广告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问一下，为什么这一次会选择从泰国起步，然后同时接下来还会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好，然后接下来打领带的样子好可爱哦。好，对，现在这一次的造型是因为搭配自己的身份地位，现在是因为现在升格了嘛，所以就走的一个正装的概念。因为三野老师就说，你这次的那个角色就是 CEO，因为其实他希望大家对 CEO 的这种很强硬的有棱有角的那种形象，也可以从歌曲里面去看到不同的角度。对，因为其实每一个上班的人，其实不一定是 CEO， 每一个上班的人他都必须有一套既定的社交模式，对，工作模式。对，但如果看一个上班族，比如说他在挑选食物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执着仪式感，会很有趣。一个上班族或一个 CEO 在回家面对猫猫狗狗的叠字，对，或是知道自己的猫喜欢什么样的罐罐，这也是一个很柔软的形象。对，所以不同的就是切换之间，对不对？是这样子的概念。好，所以好，来，我们继续先回到我们的节目时间。OK， 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的来宾，他真的是要来跟我们聊音乐的，因为他发行的这一张全新的专辑《睽违已久的 Ikigai》里头有很多很多，不管是特别的旋律，熟悉的、抒情的，还包括了实验性的感觉。再一次的欢迎炎亚纶。嗨，大家好，我是炎亚纶。手边的这一份有点像是报纸、报章杂志的概念，对，然后同时也是在这一次的 Ikigai，这个要不要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是歌词的意思，对。这张专辑是我从2022年跟陈珊妮老师开始做，然后我们中间经历了很多的变化，甚至有歌词是没有办法再适用线下的感情或是感觉去诠释，所以有很多的歌词还重新的改过。这样子，那中间其实我也蛮担心葛大会觉得先写2首就好了，但是珊妮跟他聊完之后，他说他其实很喜欢这一次的企划的内容，所以他希望能够继续参与到结束这样子。所以我这一张专辑是葛大第一次帮整张专辑做歌词的填写，超级厉害，因为一口气跟他邀了10首的歌词的创作。因为我听说就是其他人要1首就挺难的。那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可能也是陈珊妮因为有他的就是威胁，开玩笑，那个叫做什么？就淫威，对，对，就有冷热，就是两边一起交锋，就是有黑脸有白脸这样下去。对，但在这些歌词里头写的，好比说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莫三》嘛，对，它是专辑里头的最后一支单曲，但同时虽然是摆在专辑的尾声，我觉得也是有一种会不会把亮点藏在最后面的一个感觉？你这样子讲蛮开心的。这是 Jersey 跟那个佩璇写的歌，然后他其实在讲一些城市人，因为莫三码这个字已经非常大家都知道，领包裹也好，干嘛干嘛都好，莫三码是什么？那其实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很焦躁跟很急忙的这个城市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回到家的时候会突然有一种被抽空的感觉，是需要我们的一些仪式感去帮他找回平衡的。比方说躺在地上深呼吸个10次或是盯着一幅画放空30分钟，或是甚至你有一个信仰，你拿起一部Bible 或者是经来看一看，是你的仪式感，让你从生活的撞击当中重新找回自己可能内心的平衡，这样子。
炎亚纶是什么？你回家的仪式感是什么？你的放空仪式感是什么？我一定要先喊2只猫的名字。那当然，喊完之后两边如果能同时，我就同时烧下巴，为了不偏心。对。感觉那个以前不是有什么动物宠物侦探那种感觉，是万兽之王那样子的概念。对，然后这是我第一个必须要知道我回到家了。然后第二件事情就开始准备要洗澡。我很喜欢先回家，先把一身的烦恼洗掉。对，然后重新到沙发上，然后我有时候会拿起一个经看。OK， 就也是就洗澡比较像是外在，就是从怎么讲生理，然后带回到心理。对，但是譬如说读经也好，或者不同也是就是心理上面的一种放松的感觉。对我还有一件事情也让我会非常的找到平衡，就是回家以后我要把所有的能够挂回衣架上面的衣服要照着颜色挂好。照着颜色挂。对，因为我刚刚想说你这个跟我完全像，我也是一定要洗澡，东西我要挂好，我才开始愿意做其他的事情。对。但是照着颜色挂，那我觉得你的那个强迫症还更强一些。因为好像它让我会觉得说虽然生活有时候真的会一团糟，但至少我可以 manage 的地方，我好像把它弄好了，那就会对我的信心或是Ikigai 这件事情就更能够持续。深的在左边还是浅的在左边？你的衣柜浅的在上面，深的在下面。这个意思。2层对，2层的意思。对。我是要回到刚刚你说原来艺人是要2层的，已经又回到艺人不止2层，艺人不止2层，又要到这个稍微离地一点点。可是这一次讲到葛大为老师他填了这10首不同歌曲的歌词，你觉得他多少的成分是以炎亚纶这个人或者你的人设然后做出发点？譬如说《模型》这一首歌，因为我们现在听到的单曲是专辑里头的《模型》，是你觉得他这一次的 Ikigai， 当他参与这一次的计划，他是想要描写出你这个人，还是要透过了炎亚纶的这张专辑呈现出另外一个不一样的 picture？ 他的角度很像一般民众的角度。一般民众的角度。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冒充哪位英雄，然后如果我任何的杰作都是说别人偏袒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社群上面被不断造神的人事物，很快就会崩塌。原因是，其实这一些被加在我们身上的词句，很多时候我们都接得措手不及。然后一旦这些名词被冠上我们的名字之前的时候，我们在每一段访问或每一个报章杂志的开头都会变那样。我懂你的意思，但我们并没有主动解释的或是解释的空间，说我们没有要觉得我们是男神真的，因为我自己本来就知道每个人都是瑕疵品，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人可以被吹捧的过于完美，对，因为我们一定也会犯错，那所以这件事情，这个皇冠戴的有时候是没有那么开心的，然后也来不及回头说等一下，然后你就会好像坐火箭上去，然后其实我这件事情有跟唐老师有聊过，他说他在一旁看我的，有一段时间他真的觉得我像是坐101的那个快速电梯上楼，他说他在旁边觉得脚很凉，他觉得他很担心我。我说我其实那时候也是这样感觉，因为你也是不是自愿的上了这一台电梯的感觉。对，因为即便我们拿36题拿奖好了，我觉得那是3个人一起的，我们从不觉得是谁比较突出，对，尤其是我们绝对不会我自己觉得自己是最突出的，所以这一切大家会觉得没有炎亚纶就觉得他一定得了奖就很拽什么的，对，拿球对，然后甚至是也可以聊一聊师大杰出青年，然后有时候我也没有空间去跟他们讲说，一般的人讲说，其实我们在进去审核的时候要交很多的资料，然后要经过好多次访谈，跟真正很严肃的聊天，跟就他评选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这样子，然后所以这里面这句话，我觉得葛大很像就是陪在我身边。虽然我们不是很 close 的朋友，但是这整张专辑的每一首歌，我都觉得他是不是在
用什么东西看我。Truman Show， 你房间里头是不是被他装了什么东西？我要去拿那个饭店的那个反侦查的。对哦，所以其实所以没错，葛大其实他有他观察人的很锐利的眼光。但刚刚其实炎亚纶刚开始也有提到，这一次除了葛大为老师用歌词的部分跟你在专辑里头献上他的作品之外，珊妮老师也在整张专辑里头也是很灵魂的人物。你觉得这一次跟他的合作，包括了你们从2022年就开始启动了这一张专辑的一切？对，他给我的最大的挑战是，他把我所有以前过去唱歌的习惯刨除掉，而且是硬性规定我要刨除，包括某些习惯性的战音，包括某些习惯性的呼吸法跟用力的字的位置，他都说不要。所以我其实在录音室里面的时候，歌词已经不是我最大的挑战，反而是他会一直让我想起我有一些习惯是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的，对，或者说对不对？或是我回头看我是很难改的，已经习惯到我什么东西。那战音这种我可以理解，就是他因为你就是到这个音，或者是譬如说一个长音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可能要补一点战音，会觉得要不然会觉得很虚，可能自己会觉得啊，要不然这样好虚哦，对，有这种感觉，对不对？这个我可以理解。那你觉得我不知道我这个地方需要改，我不知道我有这个习惯的东西是什么？有，我发现我没有办法sustain 尾音是一个 note， 维持一个音高的结尾，我没有办法只维持在那里，我一定喜欢往下走。我喜欢拖长音，然后往下一点，有点像 rock and roll 的结尾。然后这个放在歌里面，其实多了会蛮难受的。对。然后我一直不断的被提醒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往下。然后当我被修正完之后，我以为我已经没有往下了，老师说还是有啊。然后我那时候shit， 没有，人之常情。如果被一直讲，我都没有注意到，你还听得出来，确实是会这样。对，我挫折感，我甚至是连耳朵都听不出来我已经往下了。那你在这样讲 ，average 就是平均来说，这10首歌平均来说大概都录多久啊？就感觉好像老师要改你的东西，应该改蛮多的，还是只前几首就是开始改掉了，或者说有的歌只唱2个小时就结束。比如说像莫山马跟莫山马很快，对，退化的泪腺都是我非常擅长的情歌的路线。然后但是像模型这种真假音的，我唱了，如果总时间加起来，我大概唱了一个月的时间，都在钻研这首歌。就是他有分大魔王的感觉，对，分不同的年哦。就是2022年我们先录了一次，他觉得不行，但再摆一阵子然后再回来。然后甚至中间我有一度是我可能因为压力跟胃食道逆流，然后声音很哑，我大概唱30分钟我就回不去了。他说你先去看完医生，我们再回来。那花了半年的时间再录这一首。你看看，这慢工出细活才磨出的这一张 Ikigai。我们现在要进一点点广告，待会儿再回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先在 Hito Live 现场的这个直播里面继续来跟炎亚纶聊聊天。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